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个紧急的事物啊！今天下午6点，在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朝阳东路的第一街区附近发生了地下管道发生爆炸。我们看一下这个事发的视频啊。事发后呢，这个消息一直没有传出来啊，直到刚刚就是几分钟前，就是晚上10点了，当地才发布这个处置的这么一个报告。你看到极其的凶险，整个大概几十米的街道和管道呢，起码是摄像头所在范围内的都发生了爆炸。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起爆的具体位置啊，就在看到那个公共停车棚了吗？看这个位置给大家定下来啊，一会儿我们在地图上找这个位置。这个图片里边其实呢有一个电话，没有什么商店的告示啊，但是通过他后来报道的这个田家庵叫第一街区以及这个柱子，最后我们找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啊。这是我们在百度的街景地图上找到的这么一个图，这是田家庵区第一街区的入口在这个位置。那么这根柱子看到了吗？这根白柱子，这个白柱子，就是我们认为的地图上的刚才的爆炸的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比较像？这根柱子上面还有个大显示屏，对吧？所以呢，就是在这个位置。当然，现在这个店呢，它应该是已经。百度地图百度街景呢是比较老的，这原来是一个做投资的公司，现在卖电动车了啊。这是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事发爆炸的这个位置，就在这个位置上啊。我们把这个图片给大家取消掉，就这个红线就从这个位置开始爆炸，一直到这三角这位置。那个摄像头的监控位置呢，应该就在对面的某一个地方。这就是爆炸的具体位置，是地下管道爆炸。但是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是地下供暖管道爆炸，一种说法呢是地下燃气管道爆炸。那么官方说呢是供暖管道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安徽淮南还供暖吗？淮河是个分界线实际上淮南呢是有供暖的。淮南我去过很多次，淮南有几个大的发电厂最早的几个40万千瓦的机组呢也在淮南有，淮南电厂淮北电厂我都去过。那么从爆炸的现场看起来应该不是燃气管道爆炸因为如果是燃气管道爆炸会有熊熊的火焰燃烧而从现场爆炸情况来看呢，没有火焰只有事后的一些蒸汽，从别的图片上看起来。不过这个也很凶险燃气管道爆炸，那从这个情况来看是高压水蒸气爆炸引起的这个结果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也很凶险这高压蒸汽会烫伤人。那第二个呢，是燃气管道里边的，比如说甲烷气其他的可能的气体爆炸，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燃气管道里边它会有很多的腐烂的东西，没有及时清理，也可能引起这个爆炸。那么到目前为止官方的说法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可能个别人受轻伤。从这个视频上来看这个石块碎石是四处飞溅，并且有的网友呢就在这个金地2期北门里边的17楼都被砸到玻璃了。你想17楼50多米高，也很多汽车也都被砸坏了。那当然如果没有人伤亡那是万幸，那是个奇迹是吧？几十辆汽车受损，有的汽车这个尾箱被混凝土整个砸掉半截，所以是供暖管道爆炸，没有发生人身伤害真的是奇迹了但我们希望没有人因为这个丧失生命所以现在事发之后满是碎石在这个事发之后呢，我在百度上搜索什么也搜不到，这里的黎明，这里的傍晚静悄悄但是后来呢，消防救援120都到了现场处置这个道路已经封闭不能出入，周边的酒店呢也有受损。目前来说呢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实际上我们说呢，在淮南市在不久前在大概在几年前吧，也发生过一起这个燃气管道爆炸。当时我印象中是在淮南谢家集区的一个叫谢三村的
街道里边啊发生了一起这个爆炸。我们看一下这个爆炸的情况。那个爆炸是真正的燃气管道爆炸，爆炸之后呢，引发了熊熊烈火呀，周边的沿街的这个店铺啊都被点燃了，地表呢不断有高压气体喷出并燃烧。这是燃气管道爆炸。一般燃气管道爆炸一定会烧一会儿的，因为它要把剩余的管道气体啊，它要燃烧完，并且可能有爆燃的发生。那么当时的话呢，是在2021年吧，3月份大概是啊，3月份。那当然，淮南还有别的爆炸情况，所以这个事儿啊，看起来呢，给淮南啊这个就是年底啊，又带来一丝阴影。因为最近的这个大家知道，在深圳啊，刚刚发生了一起高层建筑的煤气爆炸事件，而这个煤气爆炸到现在为止啊，可能还没有人对它负责啊，无论是 ISS 啊，还是其他的这些组织呢，都不会对这个表示负责，因为国内啊没有买房屋保险的习惯，所以呢，这种上千万的房子可能就这么裸奔着啊，法院不管，银行不管，前业主不管，那楼上楼下的更不能管，那物业能管吗 ？ISS 能管吗？所以啊，这个现在这个空置房啊没法检修，但你停气儿啊，对吧？所以这个煤气爆炸啊，到年底啊是个大事件，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为妙。小心怎么小心啊？那煤气管道爆炸又不是你的血管爆炸，是吧？没办法，所以啊，大家还是发生这种爆炸事件啊，灵动点，不要围观啊，不要像有的视频博主一样，我给你拍去，那太危险了啊！好吧，这就是在安徽淮南啊发生的一起紧急的这么一个事故，给大家做个简单介绍，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